在風水界有一個口訣，如果你把它類比成投資，它其實非常有趣。在這個風水界裡面的口訣是：第一看青道，第二看水口，第三對人口口罩。也就在風水界裡面最厲害就是觀星望月，你可以在各個場域裡面找到最好的山頭，在最好的山頭裡面找到最好的龍脈。但你如果沒有辦法觀星望月，你怎麼辦？你沒有辦法找到最好的山頭，你只有在固定的山頭裡面找到那個水口，找到相對好的龍脈。如果你連這個都不行的話，你只能跟着別人到處跑來跑去，就像你在投資一樣。投資裡面，我們講現在的越來越在乎說，你要追求什麼？你要能夠抓趨勢。抓完趨勢以後，你要抓產業，產業之後你才抓類股。就像剛剛講風水的口訣一樣，第一看其道，就是你要搞清楚這個世界的趨勢是什麼，你要搞清楚整個產業的趨勢是什麼，搞清楚世界的趨勢跟產業的趨勢，你能夠找到最好的山頭，找到最好的類股，找到最好的類股裡面，你可以找到裡面最好的產業，找到最好的產業裡面，你才可以找到最好的個股。這是一個非常邏輯性的思考，這也是未來如果你要賺錢，你要賺股市的錢，一個必備的條件。但現在很多人剛剛講的，現在很多人只是想着我就是聽名牌，現在很多人講說我看線型。如果你看名牌，你看線型，你還能夠抓得到趨勢嗎？如果你抓不到趨勢，你能夠賺得到錢嗎？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人在談這個時候有一個關鍵的人物，他就是君鴻資本的這個投資的沈萬軍，他就不斷的在強調說你要幹嘛？你要先抓趨勢，抓趨勢以後你要去抓產業，抓產業以後抓個股，按照這樣的你的邏輯比你抓資訊還來得重要。而這個到底要怎麼樣的培養？怎麼樣去抓趨勢？怎麼樣抓資訊？怎麼樣去抓產業？怎麼樣的選類股？這一個基本的條件。所以我們今天就找了萬軍來跟我們聊一聊，在現在一個鋪天蓋地，我們講台灣現在面臨100年來非常好的一個機遇，這個好的機遇裡面，我們抓到 AI 的這樣的一個大趨勢。在 AI 這個大趨勢裡面，你能不能翻身？你能不能賺到錢？你會不會被淘汰？可能就是這關鍵的幾年之間。好，萬軍你好。寶傑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好，萬軍，我們剛剛講的是你在投資邏輯裡面，你一直在強調趨勢、產業、個股。就像我剛剛開玩笑講，因為我過去我們在做很多東西的時候，我們講做風水。第一看其道，第二看水口，第三對人口口罩，蔡瀾族就是對人口口罩。那現在你特別強調說，台灣現在非常特別，是我們碰到一個100年難得一遇的機會。這兩個就有2個主軸，一個主軸是中美對抗，台灣進到了這個美國隊，進到美國隊有什麼好處呢？我有好的那個所謂的訂單，我有好的市場，然後呢，甚至我已經撇開，因為區隔的關係，我沒有中國產業、中國商人的這個進駐，我不會被他這個等於說大規模的這個內卷。另外就是我抓到了這個 AI 的大趨勢，而 AI 大趨勢最妙的是，在這個產業裡面，台灣基本上一應俱全。台灣居然在 AI 產業裡面，我們什麼樣的能力、什麼樣的設備、什麼樣的產業，我們都有。其實跟各位觀眾報告啊，就是之前如果現在才進入市場，當然是很習慣了2萬點、3萬點。對啊。但長期10年多，其實台灣有一個天險12682，哇，那感覺這輩子都不會突破了哦。以前國泰金漲到1000塊，又跌回個位數，不到幾十塊。所以整體來說呢，台灣就像被一個蓋子蓋住了，感覺壓力很大。那到底什麼讓這幾年讓台灣整個翻身呢？對，其實剛剛寶傑講到的是重點。AI 世代跟中美對抗，我們不是撿到槍，幾乎是撿到大炮。可以跟大家報告為什麼？很簡單，就是尤其 AI 時代要的是什麼？就是信任跟速度。好，這個我待會慢慢跟大家講。第一個就是說，你看我們整個，我要補充，這個現在是一個台灣非常獨特的一個地位，台灣非常獨特的際遇，這個是別人沒有的。所以台灣會面臨着說，為什麼你會覺得說，哦，以前不要講上萬點是非常壓力非常大，上2萬點壓力非常大，碰的現在都到上3萬點了。那這個潮流是鋪天蓋地而來嗎？對，因為其實以前呢，台灣最早以前可能做代工，好，我們最缺的就是品牌。那現在來說的話，台灣變成是什麼？變美國這個2大陣營裡面，美國裡面最好的盟友。那如果大家回去看黃仁勳在接受美媒的拜訪，他有人問他說，台積電到底是怎麼樣公司？很有趣大家都會問那黃仁勳到底每家公司怎麼樣？他特別講了一點，他說，如果你只看台積電的技術，那你忽略掉它的優勢。他特別提出來一個叫做 trust。信任。他說他跟台積電做了30年的生意，做了數百億美元的訂單，他們沒有合約。
他們擁有的就是信任。這個信任不只是做的東西好不好啊，有沒有定期交貨啊，品質如何啊？其實最重要的是什麼？第一個，台積電同時接 NVIDIA 跟 AMD、Intel、Qualcomm 所有跟它同質性或者是對手的訂單，台積電並沒有把它的機密外洩，台積電也沒有自己來做晶片來跟它打對台。這一點來說的話，他對台積電的信任是無以復加的。是，台積電把這個 NVIDIA 的晶片製造當做自己的東西來做製造。反應速度啊，對它 reliability 啊，跟客戶的長期合作啊，導致這30年合作，讓他的客戶竟然主動去跟別人講說，台積電這個信任很值得我們作為他的一個 credit 哦。那這一點上面呢，從這一點看到，其實整個台灣就是美國現在唯一能夠信任的，對，一個最大的一個角。冠軍，你也在產業界待過，你也在投信待過，也就是說，信任這2個字，在整個全世界產業裡面非常難得嗎？而且你剛剛提到說，居然 NVIDIA 就跟台積電在做生意的時候根本沒有合約。我剛聽的時候，我有點困惑，怎麼可能？後來我想想，有可能，因為這發展太快了。也就是你今天從5奈米、3奈米、2奈米，然後我需要的量又這麼快。如果說我今天一個新的技術出來，我要跟你簽合約，我開始法務要進來，我要字斟句酌的去雕琢每一個文字，我根本來不及啊。所以誰能夠取得信任，誰我願意，我敢丟出大筆的資金丟在你的身上，這就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了。剛剛其實寶傑講一個很重要的，就是因為速度太快，對，我們所有的科技演進太快了。如果在你以10年的角度來看，過去的科技都有什麼事情？就是說我要 cost down，像以前 Apple， 我手機量產了，一開始新的科技觸控螢幕啊、Face ID 啊這些折疊啊，等到那個量產了以後，馬上就來了，我要找第2家供應商，我要 cost down， 我要殺價，就像蘋果一樣。對，以前的舊時代的所有的 idea 都是這樣。又就是講黃仁勳，他在另外一個訪問裡面，他就提到，他說：“你們不要看我的成本多少啊，我們現在在追求都是我每一個投入，我可以製造多少的產出。他說的 token， 對，比如像我同樣花$1，我如果能產生2塊。”跟3塊那就不一樣了。我不是想的說把我這1塊錢再 cost down，而是我這1塊錢我要產出更多的 token。對，那當你要產生更多的 token， 更先進的技術，你的 partner 就很重要。如果我把同樣一個任務給3個人，還給他們互相殺價，他們互相還猜忌，那我的技術要演進是很難的。对，所以以前的技術演進的時程是100年的。甚至3年5年啊，比方我一個技術，我可能從 ready 到開始演進3年5年，我中間很多時間我可以培養第2供應商啊。現在的事件是3到5個月，甚至1到2個月。對，我們在拜訪矽谷的公司的時候，他說我們現在矽谷是每一周都在這個改朝換代。每個人都怎樣的改朝換代？每個人都擔心2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我會不會被取代？第2件事是我能不能用到最新的科技？也就是我今天已經是最好的 AI 的技術了。对，包括就像 OpenAI， 它一開始驚天動地最強的，結果你沒有想到 Google 也進來了，其他 Therapy 也進來了，大家全部進來了以後，它很快就壓過去。壓過去的時候，就是如果你想連 OpenAI。它都有這樣的壓力，那其他的壓力會有多大？也就是你在中間，你只要稍稍停歇一點點，你沒有辦法拿到最好的技術，或者你沒有辦法達到最好的晶片，你隨時就會被趕過去了。對，沒錯。那這樣其實我剛剛提到，就是說速度上面呢，就是因為它一直往前改，像我們最近現在最夯的，像光通訊。光通訊在以前長期以來，我在念書的時候，30-40年前，它就已經存在的。对，那個時候我跟大家講，那時候的光通訊是一個很難念的，只要念到像電磁學啊、光啊，超難念，然後出來賺不到錢。那個教授啊，老實說都比較苦哈哈，因為所有光通訊，你看過去的那公司都不太賺錢。但是呢，這個難的技術良率這麼低，現在呢為什麼要？趕鴨已經有點像趕鴨子上架，速度，因為我們需要這樣的速度，需要這樣的 bandwidth。那當你需要的時候，就算你很貴，就算你良率很低，沒關係，我們一起突破。對啊，這件事情發生在什麼？散熱啦，像以前都是氣冷嘛。對，最早氣冷，為什麼要去液冷的時候，大家都說
這麼貴，怎麼可能是把整個伺服器的機櫃浸在液體當中哦？現在是浸在液體中，你所有的液體都要沒有 particle 啊。對。然後你甚至排出液體的時候，你還會卡住，你為了那個還要去突破，還要做各種不一樣的先進科技。我這麼難突破，為什麼？就是願意去投入。對。就是因為我們要的科技跟的整個科技演進的速度太快了。對。好，回過頭來，為什麼？信任很重要，就是当我 NVIDIA 或者是 Google， 他要一直往前推的時候，他要的不是一堆人來幫我 cost down， 他要的是有一個強力的 partner。所以以前我們常看到這一個供應鏈，可能每個 component 會有3家、4家，現在真的都1家。就像我看蘋果在中國那邊寫到，對，當我把鴻海扶植變大了。而且鴻海當時是用盡所有的力量去幫蘋果去做手機哦，去做任何的設備哦。可我發現你鴻海做大了，你鴻海要跟我調單價的時候，我馬上就找了合作。是，那合作找了以後呢，我馬上就找中國的这個廠商，等於說我有時間慢慢調。你說現在不可能，現在等於說我要有一個廠商，而且這個廠商他要信任我，而我要信任他，而且我們倆要趕快合作的，共同的攜手往前衝。你只要慢了一步了以後，你就落後了。对。那台灣在2個地方，等於是已經把這個信任感跟整個系統都被我們全部綁死。一個就是在先進製程、先進封裝，台積電；第二個就是電的部分，台達電。從這個我可以舉個例，就是說為什麼第2個台灣的優勢就是在速度反應。對，在農曆年的時候，大家還放長假，很開心啊，出去玩啊。台灣的一些公司在長假期間被 NVIDIA 叫來加班。好，其中台達電就是其中一個。他說什麼？我 VR Rubin 要 GTC 要準備發表了，你要幫我趕快做好啊！做好什麼？我的散熱系統啊，我未來的 HVDC 啊，你加班為了做什麼？可能只是為了把一些螺絲的設計更簡化，讓下一階段去做組裝的，像鴻海啊、緯創啊、廣達啊，更簡單組裝啊，可以 cost down， 然後良率可以更高。那為了要讓 NVIDIA 符合他的那個，你看連在過年的時候都加班哦。過年這個東西那更不用講，前2天的這個春假，那是更是全部了，幾乎沒有辦法。最近我沒去問，但是他都是這樣。所以你看啊，這也不是說什麼合約綁定啊，什麼東西的，就是我們台灣的公司，台積電、台達電這些所有的公司，最好的東西就是我們的反應速度很快。其實這個很多像那個 CNBC 啊什麼，他們都報道過。對，美國公司你跟他做一個反饋，可能現在比較快了，可能2個禮拜，以前可能3個月。我以前在美國念書的時候，我們常好玩，就是我們去租一個房子，你要辦網路cable modem。等到你辦完，你這學期已經念完了，2個月，你申請完2個月他來裝，那你要是壞了，不好意思，再2個月。對，好，所以那反應速度真的很慢。台灣是一日供應鏈，一日供應鏈，早上發生問題，中午報告已經做完了，開完會，晚上之間就反應完了。所以別人最快2個禮拜，有的時候都要上月一個月，你說台灣1天就解決。對，早上開會，下午畫圖，明天就把東西交給你了。甚至你說這是台積電速度，甚至有一些，你以前在台積電待過，對，你們以前在台積電就是這個樣子。台積電我們這個工程師也沒那麼乾哦，但是它是什麼？它是隨時 ready 的，就是說它中間呢，你可以去它的健身房啊，去休息室啊，都可以。但是呢，隨時只要客戶有需求，信來你就要解決。他要的你的是反應速度要夠快，對，而不是說你隨時坐在那邊，他是要你隨時都是有問題的時候。對啊，那你比如說我在跑步，跑，我已經滿身大汗了，然後我的手機響，叮，然後一打開，呼叫了，那我就要趕快去嗎？這個一定要的。這個我跑步跑得滿身大汗。這個網絡上有一個最好玩的，他們的以前是 PH 的手機，我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手機，他手機會有一個特殊鈴聲。他們試過，就是台積電的工程師在那邊睡覺，你只要一撥那鈴聲，它突然彈起來。是哦，對，因為你們不能帶一般的手機進公司，不能，他會發一個手機，所以你們台積每個工程師都發一個獨特的手機。对，那獨特的手機有一個獨特的訊號，是你在家聲音，对，你在家吃飯，你在家睡覺，你在這個健身房，甚至我在舉重，我舉到100公斤正在出力的時候，啪啪聲音出來，馬上彈起來，對，台積電是這樣幹的，台積電，而且不是台積電這樣幹，是台積電所有的供應商都是這樣。是我正準備要舉例，其實像我們拜訪這些公司，我發現
台灣的這一脈相承，不是從台積電作為榜樣，像我們去拜訪一個做這個電信實驗的，就是晶片出來，我要幫他做驗證啊，良率好不好啊，有沒有問題啊？他是怎麼做你知道嗎？我公司賺了錢，我蓋一個新大樓，直接一半就給 NVIDIA 用，也沒有簽約哦，就是說來你的台灣公司全部來，包吃包住。包的早中晚餐自助餐，对，電腦設備全部包好，辦公室全部包好，讓他的工程師在那邊，然後呢要做什麼實驗，來馬上幫你做。好，用這種態度讓 NVIDIA 的工程師好棒，很棒。然後未來呢，當他的晶片真的生產出來了啊，因為這個東西就是跟光有關的，光東西很難驗證很難，他把這些工程師全部都在他們的辦公室裡，就是類似包養了。对，保養完了以後，未來他如果真的產出的時候，他所有做的實驗不就是在他這個實驗室做了嗎？而且他不能給別人了，因為他也是可以，但是就回到就是黃俊講的，我們不用簽合約。當我跟你的信任是這樣，對，我在開發的時候，你就這樣子陪着我啊，你相信我，那當然我開發出來，我也是就是陪着你嘛。对，所以這個跟以前的就是說我還可能要偷你的技術啊，或者是我要 cost down 啊，這個裡互相猜忌的已經不存在。可是我們不用擔心它會變成一個蘋果嘛，因為蘋果也是這樣啊。比包括這樣講啊，你蘋果做這個所謂的做筆電，你今天蘋果做手機，你蘋果做這個任何東西，也是台廠陪他一起開發的。甚至你包括之前很多的那個裡面的線路做不出來，我還聽說是郭台銘親自下場把它弄出來了。可他說不要就不要，難道 NVIDIA 沒有這個問題嗎？所以這也回到我剛好可以講另外一個是評價的問題。以前的那個分析師，很多的分析師，像以前有名的分析師都在估PQ， 就是 price and 這個 quality 量。為什麼呢？像這個鴻海啊，或者 Apple 供應鏈啊，就是我跟你說好這個多少錢，你毛利率多少，然後量有多少，我可以算出它 EPS 嘛。然後明年 iPhone 多少，notebook 多少。以前的分析師都在估這些，現在分析師都在看技術。好，回過頭來，為什麼我提到這個？就是說，現在都是因為技術領先太快了，所以大家是一個 partnership， 我根本不跟你談這個，我就一直往前移動嘛，從銅變成光，從 CoWoS 變CoWoP 都，然後一直往前跑。那大家跟着往前跑的時候，看的都是技術，所以你看現在的股價，大家都在分析什麼？大家所有的外資報告都在寫技術的演進。誰掌握最新技術？對。然後呢，你回過頭來，你再看他估那個 EPS， 那波動都超大的。有些人估10塊，有些人估30塊，連台積電，你看它 EPS 都波動都很大。為什麼？因為大家其實看的都已經是技術的演進的方向，跟最後它 EPS 多少沒關係，我們方向對就好。可所以它的危險反而是在，如果你的技術不能突破。好，那如果這些事情，我們現在正在這個大浪潮當中，好，再往前 migration 一直跑。如果 AI 的發展到了一個瓶頸期，技術不再像我們如果看 GTC 啊，看台積電法說啊，看 Computex 啊，沒有一直有技術推出的時候，這個就回過來了。那可能這個時候呢，所有的邏輯就變了。台灣的最大的紅利期可能就會到瓶頸，但那時候回過頭來，可能第二廠家就可以加入了。對，然後呢，其他國家甚至可能還搶了。對，那現在目前為止看到還是一直在往前走跑。那如果那個停的時候，就是一個警訊。所以你剛剛講的，你的趨勢產業個股趨勢的重點就在 AI 的趨勢。AI 的趨勢就是你有辦法保持 AI 的這個領先技術，我們辦法領先，你的速度會更快，然後你的擬人化的程度這種是不是更強，或者你的整個系統，包括你現在不是只有伺服器，你現在是不是機器人各方應用，只要它是不斷的擴散出去，台灣在這個大浪裡面都有我們生存的空間。台灣其實不只是技術啦，技術其實一直我們的技術開發都是在製造嘛。那我很看好的是未來還有就是剛剛寶傑講的，就是在實體 AI 的部分，機器人啊、自駕車啊，甚至所有這些什麼 Open Cloud 啊、龍蝦啊，當它到實體的這個量放出來的時候，這也是我們的強項哦。對啊，以前我們很厲害，就是做一些很厲害做一些就是不是最領先的 component 面板啊、記憶體啊，我們不是產大量，我們做一些 niche market 的東西。那等到這些放量的時候，像機器人啊、像自駕車啊，它會需要各式各樣不同種類的 component。
那這些東西可能很多人已經沒有做了。那台灣在這個上面其實有它的利基。對對，所以我們的浪潮是有一波接着一波的。是。好，那我们来講，我喜歡看布袋戲，布袋戲裡面有一個叫習雅溫雅面，回應跟我說不靈雅，也就是說你很多事情要看習雅溫雅。台灣現在這個時跟運其實就變得很有趣，很有趣。剛剛講有2個重點，一個重點是 AI 的整個發展中心在美國。那美國要發展，它必須要信任的廠商。那在全世界來講，搞了半天，台灣具有這樣的實力，我有這樣的反應能力，我有這樣速度的追求感，所以他把很多東西給台灣。另外一個東西就是我跟中國切割，不然說真的，你說工程師的拼努力能力，中國的工程師也非常可怕。可是台灣剛好就是把它一切而為二，楚河漢界。我現在真的可以拿到美國最新的技術，而且所有的最新技術，包括 NVIDIA， 包括 AMD， 包括了 SpaceX 這些最好的技術，它只要找合作廠商，只有選擇台灣，沒有第二條路嗎？再來就是我們真的可以中國切割，我們就不用擔心中國在後面這樣追趕我們嗎？之前很怕這個中國供應鏈，是因為中國嘞，它以前的市場也在美國。對，中國其實以前是沒錯，是一個 GDP 大國，但是中國其實它自己的需求，它這些科技，尤其科技真正的需求還是在美國啊，像 iPhone 啊，像這些科技業啊。現在最大的不一樣是中國有自己的 AI， 中國 AI 其實佔全世界需求的1/3哦，甚至更高，所以不可小覷。但其實如果大家有去中國玩就知道，他們根本是封閉市場啊。你如果不是用漫遊，你用当地的那個訊號的話，一打開你所有東西都不能用， LINE 不能用，什麼都不能用，你用都不能用，所以它是完全自己的 ecosystem。現在為什麼紅化的威脅沒那麼大？是因為他們的這些公司，他們的這些所有的投資，在很辛苦的在做他們自己的東西啊。他們自己 AI 像那已經不同的世界，不同規格，他們的需求也很大，像 C-Dance 啊，你看像美國的这個 OpenAI， 它本來有 Sora 2， 然後呢，他看到我做不贏這個 C-Dance， 就是做影片的嘛。那乾脆我就不做了，沒關係，我去做我其他的東西，我把資源留在 AI 其他用的部分。那現在這個所謂的 AI 影音就被中國統一啦，就它就獨大了嘛，它現在最大嘛。它 C-Dance 它就把它所有的資源往這邊去移動啊，所以等於是說，你可以看到大概就是中國它的 AI 就是什麼，它可能它也想做機器人，他也想做 AI 的影音，像他很想做實體 AI 啊。最早以前，其實實體 AI 最早以前不是小龍蝦，是叫豆包手機。豆包那個時候是什麼？就是我一只手機，我可以叫他幫我訂，幫我設行事曆啊，幫我訂票啊，幫我去那個購物網站那個看選哪一個便宜啊，對，全部都給他。就一開始出來很紅，馬上被禁掉，因為發現哇詐騙太多。因為你要給他做這些東西，你要把銀行賬戶給他，你要把所有都給他，哇嚇到，趕快先變起來。那龍蝦出來以後，大家發現原來除了這些有關於自己個資以外的，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比如讓他可以叫他去生成影音啊，叫他去做那個網絡商店啊。所以你看，中國是世界上最夯小龍蝦的國家，就是他們做的就是實體 AI，所以你看，它包含他們的自駕車，我們深圳啊什麼各大地方自駕車都已經在跑了，所以中國它是一個獨立的這個 AI 的系統，對，那他們對這些需求完全不會比美國低哦，所以。回過頭來就是說，如果中國它有過剩的產能，就像以前我們的看塑化啊、鋼鐵啊、紡織啊、面板，你再怎麼禁它，對，它還是有辦法傷害到你。我們舉個最明顯的例，太陽能，對，它的稅是200%，就等於它做一個1，它賣出來是3呢，3。但是他一樣，他可以把你打爆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就是不賺錢，我就補助。然後你就算你讓我很貴，但是我 performance 好啊，就像電動車的電池一樣。你到最後你根本做不贏它。對。所以如果當它的市場是在外面，那你還是會受到它。你再怎麼進也沒有用。對。那現在的 AI 就是它自己有一個強大的需求，而且它的需求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一個，等於像一個有機體一樣。對。它發展，它長出來的樣子可能跟美國不一樣。美國現在不是很多還用來軍事用途啊，取代白領啊。對。那它這邊用的可能就實體 AI。那對我們來說呢，甚至我們還有一些廠商還會受惠中國。
我們兩邊賺。有可能，因為美國其實它是禁止中國出來啊，但如果你出了一些比較低階的，中國也有些用到台灣，所以如果以中國的角度來說的話，我們不但吃到純美國，因為美國是絕對不敢用中國的嘛。對。那再來的話，連中國它的需求太大的時候 ，maybe 都還有溢出來一些來給台灣。可是這個東西就讓我覺得有點恐怖，就是說，因為中國剛剛講它的生產力、它的那個內捲、它的這個 cost down 的這個能力，如果有一天中美對抗沒那麼激烈了，或者它整個產量放出來了，或者是說它的技術提升了，我們還可以有這樣的優勢嗎？以前中國其實它並沒有要追求最先進的技術的原因，是因為它也沒有辦法追求最先進的技術，因為這些核心的 know how 啊、設備啊都掌握在美國這邊。對，那美國呢是不可能放這些東西的，因為它放的話，它就完全沒有優勢的嘛。所以當以前中國就會去找別的做啊，比方我做大量的做面板啊，做太陽能啊，我做這個三五族的東西啊。那現在就是說，因為中國它要 AI 它一定需要，比如像 HBM 啊，像比如像CPU 啊、GPU 啊，那它沒辦法，它只好自己突破。當你要自己突破的時候，那投出的資金呢，就遠比之前放量那些多哦。對，你為了要去做 HBM， 為了要去做最先進的 GPU， 你還要自己做光刻機。對，所以你就是要投大量的錢，他把他所有錢都吸走啊，所以你才會發現為什麼一些低階的東西大家都不做，因為我雖然我以前很愛做低階，我很愛殺價，但我現在沒辦法，國家需要我啊。對，而且他們做這些是真的可以賺錢的，因為現在 AI 是真的，你是可以變現，是哦，它有實體的這些，像現在全世界的這種所謂的這種網絡的視頻，一半都大陸做出來了。什麼小廢劇啊，網絡影片啊，對，它真的是有流量、有賺錢的，所以他們找到變現的方法，他就大量生成這些東西去做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說，現在中國的 AI 的發展變成自成一格、自成一套系統之後，它反而把中國很多的錢、很多的資源全部都吸進去。沒錯，也就是為什麼感到為什麼中國現在很多的產業會這麼慘，是因為這個錢的分配是非常不平均的。台灣也是，其實你看台灣，對對，整個台灣、美國甚至美國啊，但是這個就是live or die 的問題啦。其實包含美國也是一樣，你一旦不在這個浪潮上面，就掛了。其實你就是掛了，甚至你還是被取代。其實我們心有戚戚焉，我們去拜訪很多軟體的公司，像 Adobe 啊，像這些，它其實你去看它為什麼有這麼多長期資金，以前都投在裡面，就是說這個 business model 太好了，怎麼可能被取代嘞？大家都用 PDF 啊，大家都用這些 Photoshop 啊，這些，然後呢，像以前的 CRM 系統，每一個公司你怎麼可能不用這些 CRM 去幫你做管理嘞？我們去拜訪一個這個中部的做鞋子的公司，他做一個鞋子，光製程就一個做到完5000多道，他的料號有16000多種，他怎麼管？他就跟我說：“我怎麼管？我16000多種，每一個我都要去 monitor， 快沒了，我要去哪裡調來要多久？我都用人管，那我人工要多少錢？對，所以他只好第一次導入要花好幾億哦，去給美國這 CRM 系統來導入，每一年再付1-2000萬去 maintain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嗎？現在 AI 一進去。”這個東西就完全不用了。我請他說有一個部門花1000萬，請一個coordinator， 然後把這些全部都取代掉，就處理完了。對，他就不用1萬多道工序，5000多個。对 ，AI 還可以 dynamic 幫你去管理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，你看以前都會想到這些軟體公司，現在絕對不會被取代的。對，就現在發現哇，竟然 AI 出來，第一個取代是這些。對，所以在 AI 時代內，每一個人既是害怕又是興奮。好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，歡迎你抖內相挺，用一杯咖啡、一杯好茶的心意，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。而你的超級留言，我都會認真看的。